3500名全副武装的美军，标配地表最强的 M1A2 主战坦克和 M2 步兵战车，竟然被乌克兰无人机全歼了。这一幕就发生在德国霍恩费尔斯训练场，美国王牌第1骑兵师第3装甲旅战斗队开着钢铁洪流往前冲，扬起漫天尘土，直接成了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最完美的标靶。侦察机锁定 FPV 蜂拥而至，然后定点清除。类似的场景在2周内反复上演。用美国官员的话来说，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几乎歼灭了整个美国装甲旅。看到这里，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可能都是无人机是未来战场的绝对真谛，美国就是输在没有无人机，只要把无人机配置拉满不就行了。但演习下半场，当乌军开始手把手教美军反击时，美军才发现自己输根本不是因为装备，无人机只是皮毛，全世界疯狂跟风采购仿制乌克兰的无人机，可能从一开始就全学错了。那乌军的王牌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说全世界都学错了？火力军敢说许多国家都学错了。如果只盯着无人机，只想着买，然后靠无人机征服战场，那火力军可以打包票，这些国家最后得到的最多只是一支看起来很像乌军的军队。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样的军队或许可以凭借无人机打一打低成本战争，但是一旦进入长期消耗战，恐怕根本打不了几个回合。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乌军的王牌只是无人机的话，先不说别的国家，单说伊朗，那伊朗应该在和美国的对峙中把美国按在地上摩擦，而美国也完全不需要向乌克兰学习，因为从技术、工业和资金来看，美国想要发展无人机那太简单了，还有必要学习乌克兰吗？然而现实是，美国依然喊着要从乌克兰身上学习，因为让美军在霍恩菲尔斯训练场吃亏的是乌军那一套完整的作战体系，包含无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电子战以及支撑这一切的网络。那么为什么绝大部分国家都只盯着无人机看？因为无人机实在太显眼了。一段几十秒的战场视频，一架 FPV 炸坦克、炸舰船，所有东西都有画面，有结果，有冲击力。于是战争被压缩成了一件件可以被镜头记录下来的武器。战场似乎变成了武器展览会，各种武器任君挑选，而且无人机很容易被量化。一架无人机多少钱，性能参数如何，取得过什么战绩，这些都能写进采购文件。于是很多国家开始干一件看起来非常合理的事情，看见 FPV 能炸坦克就开始买 FPV， 看到无人机能侦察就开始扩充无人机部队，看到电子战重要就采购电子战设备，甚至开始追求所谓的无人化，希望用越来越多的机器把战场上的人全部替代掉。这就是学习乌克兰的第一个误区，只盯着装备，只想着买装备，但装备本身只是结果，背后的迭代才是真正的王牌。学买装备只能得到一个型号，学迭代才能得到一种能力。乌克兰战场上的一架无人机不是凭空出现在前线的，它背后可能是一名士兵在战场上发现问题，一名工程师连夜修改装备图纸，一个企业迅速更换零件，一个部队第2天重新测试，然后再把结果送回前线。真正形成战斗力的不是这架无人机有多先进，而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到再次投入战斗，这个循环究竟需要多久？尤其是在长期作战中，这种快速迭代的能力往往决定战场主导权握在谁的手里。那么对国家来说，要考虑的就不只是追求先进技术了，而是要重新思考如何快速持续地把能力送到士兵手里。这造成了学习乌克兰的第2个误区，很多国家在用和平时期的采购逻辑去解决战争时期的问题。和平时期采购武器追求的是性能完整、测试充分、系统稳定、标准统一，最好一次性设计到位，服役几十年。这套逻辑在和平时期当然没有问题，可战争不是这样。战争中的敌人会不断改变，战术装备随时都可能会变。今天有效的无人机可能几个月后就被新的干扰手段克制。如果你花5年时间研发一套完美装备，等它真正进入部队的时候，战场早就变了。而且当所有人都盯着装备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第3个误区，无人化。今天谈未来战争 AI 自主无人系统、无人坦克、无人机蜂群几乎成了最热门的词。看上去机器越智能，人的作用就应该越小。前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费罗罗夫与瑟尔斯基之争，大家应该都还记得。说到底，他们2个争的就是人和机器在战场上的地位。越是复杂的电子环境，越需要人去判断信息真假；越是大量使用自主系统，越需要人决定什么时候相信机器，什么时候否定机器；越是战术变化频繁，越需要一线士兵把真实情况反馈回系统。最后，这些人的经验将会变成新的装备。人不仅仅是装备的使用者，还是这个迭代体系的一部分。所以真正值得学习的是要让人、机器和工业体系形成一个不断自我修正的循环。
然而要建立这样的循环，比单纯撒钱买装备困难得多。美国却早就在行动了。当许多国家还在纠结买什么无人机、怎么造无人机的时候，美国开启了一场全方位的变革，把乌克兰的战场经验制度化。美国的第一刀砍向了研发和采购。2025年4月，白宫发布行政命令，核心目标就2个字：加速。少审批、少扯皮，多用商业技术，超支、延期、不顶用的项目该砍就砍。这项改革甚至专门写进了2026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为了促进研发进一步提速，美国甚至向私人企业开放了军方测试场，把研发团队和士兵一起扔到真实军事环境里测试装备，这正是乌克兰的实战经验。在采购方面，美军甚至还参考乌克兰的 Brave 1，正式推出了一个无人机线上市场，与亚马逊云服务合作，建立无人机一站式采购平台。任何部队只要有需求，可以直接在这个市场上快速下单采购经过验证的无人机。陆军也动了自己的采办架构。过去不同武器项目分散在不同机构，需求、预算、合同和研发各自为战，各种对接来回扯皮。现在陆军把大量能力整合进6个大型组合采办主管体系，就是为了减少流程摩擦，加快采购速度。这一变效果突出。美国陆军采购负责人大卫·菲利普斯透露，在美国对伊朗发起实施怒火行动的第1周，前线就提出了紧急需求，48小时内完成需求文件，72小时内合同启动，10天内士兵已经开始训练和测试即将部署的装备。从提出需求到训练只用10天，放在过去，这个速度谁敢想？第2刀砍向装备壁垒，陆军在科罗拉多州卡森堡启动了越狱行动，波音、洛马、安德利尔等军工巨头全部在列，目的就是打破不同装备之间的软件壁垒。军方明确要求这些承包商强制开放 API， 数百个工程师通宵达旦编写代码，将不同企业的不同武器装备接入一套通用的系统及平台中，整合后的反无人机系统立马被送到了中东战场，用以应对伊朗的无人机。而这次行动的灵感来源就是乌克兰的三角洲指挥操作系统，陆军甚至借势推出 API 市场，供各方发布和查阅接口文档，甚至还要把开放架构纳入未来的采购合同。如果谁家到了这时候还只顾着自己的利益，那么不好意思，你们谁也别想要陆军的订单了。第3刀砍向工业和供应链。2026年的美国国防政策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把战争能力和工业产能绑在一起。特朗普和赫克塞斯推动国防工业进入战时模式，要求各大军工巨头扩大产能，产量最起码都要翻倍。2月，特朗普还推出了美国优先武器转让战略，把美国军售重新定义成扩张军工产能的工具。以前美国卖武器更多是为了外交、联盟和商业收入，现在变了，海外订单成了扩大产能的手段。白宫还鼓励更多新企业和非传统国防公司进入军工体系，用武器出口建立新的生产能力和供应链韧性。到了2026年7月，美国又进一步把供应链纳入国家安全，白宫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关键材料、关键零部件以及装备生产维修的核心供应链更多来自美国本土或者盟友国家，并把供应链遭受干扰的问题直接提升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一连串变革下来，美国真正开始学习乌克兰的地方，已经从军队怎么打一路延伸到军队怎么变、工厂怎么造、企业怎么投、供应链怎么保。不过，无人机这个最显眼的武器，反而成了美国推动最慢的一项。7月，五角大楼无人机主导计划负责人特拉维斯·梅茨公开承认，美国目前仍处于打造国内无人机产业的最初也是最艰难阶段，产量仅相当于乌克兰的一小部分。乌克兰2026年将生产600万至700万架 FPV 攻击无人机，月产约50万架。美国要追上这个产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整体来说，美国这一连串变革方向对了，但从政策落地到部队真正形成战斗力，中间还隔着巨大的时间差。而在这个时间窗口里，最让人意想不到的反而是台湾，因为美国体量大、层级多、转向慢，而台湾从今年的汉光演习看，学习重点已经明显不同了。虽然也重视无人机，但是台湾开始更多的强调一个词：持久作战。8月5日，汉光42号实兵演习启动，不再是以前按剧本一轮一轮演，而是连续演上10天9夜。这还是最表层的变化。如果拿往年的汉光跟今年比，我们就会发现，这几乎是一场完全不同的演习。往年汉光演习的核心就4个字：滩岸决战。但2026年的汉光完全换了一套剧本，战备部署、战力保存、联合反登陆，以及一个过去很少被单独列出来的阶段——持久作战。这个转变的方向跟乌克兰战场上经验如出一辙。乌克兰用4年多时间证明了一件事：现代战争的关键不是开战初期能打多猛，而是战争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后，你还有没有东西继续打。乌克兰在2022年之后被迫学会了分散指挥、分散补给，在全境范围内维持战争机器运转。
台湾正在把这个经验搬到自己的演习里。汉光首先演练的是战时工业与后勤韧性。军备局202场模拟了战时转移生产线，动员民间工厂接替生产。这套逻辑和美国扩大产能一样，要把整个工业体系嵌入战时体制。后勤上则开始强调物资分散储存，让物资全部留在车上，不集中卸放，完成补给后立即撤出，确保一次精准打击，不会把整个后勤体系一起打瘫。指挥体系的变化更大。汉光42号全面引入了美国和乌克兰都在推行的去中心化指挥。过去台湾军队的指挥体系高度集中，命令从上往下传，一旦上级被打乱，下面就可能陷入混乱。乌克兰战场证明了这种体系在大规模战争里极其脆弱，所以必须将指挥权下放。台湾正在复刻这个思路。2026年的汉光要求各级部队，即使指挥中枢遭破坏，仍能依任务继续作战。为此还引入了美国的反向简报机制，下级接到任务后，必须向指挥官复述一遍自己的理解，我要怎么打，出了问题怎么办，确保双方对作战意图的理解完全一致。这样哪怕高层指挥失能，一线部队仍然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另一个重点是通信，汉光42号还首次演练了行动网络降速。台北、新北、桃园等14个县市的移动网络被强制降速，约1700万民众受到影响。这就是在测试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平时最依赖的通信网络突然不能用了，军队和地方政府还能不能继续运行？无人机攻防虽然规模扩大了，但它只是整套持久作战体系里的一环，演练了完整的杀伤链，侦察、辨识、打击、评估一条龙全都要练。但正如火力军前面所说，无人机终归只是工具，真正要看的还是背后的迭代与工业体系，这也是台湾未来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纵观汉光42号演习，它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从怎么赢下一场战斗，开始转向怎么撑出一场战争。而这一次演习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如 M60A3 坦克行驶中，驾驶位逃生门盖板脱落， F-16冲出跑道， FPV 无人机偏离预定目标。但发现问题恰恰是演习的价值，接下来就看台湾能不能把这些漏洞真正补上。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大家觉得台湾应该如何改进现有的问题？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